黎莎出生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她的童年充满了教育和启蒙的氛围。在那个殖民压迫的时代，她的家庭为她提供了不同于一般的成长环境。她的父母 Francisco Mercado 和 Teodora Alonso 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深知教育对于孩子未来的重要性，因此黎莎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为她后来的抗争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黎莎的童年并不平凡，她早早地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深刻洞察。她对文学、艺术、科学和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都在她后来的作品和思想中得到了体现。她的家庭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更包括对正义、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培养。这些早期的影响使得黎莎成为了一个深具同情心、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在黎莎的故事中，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的父母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教导，为她树立了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理想的人的榜样。黎莎的童年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困难中坚持和奋斗的故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黎莎在青年时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她不仅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思想上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先锋性。她先后在菲律宾、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地学习，接触了当时的多种文化和思潮。在她的学习和旅行中，黎莎接触了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她后来的行动和著作。在西班牙学习医学期间，黎莎深入研究了眼科，并且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有着深刻的涉猎。她的两部主要著作《纳沙利华的青年》和《菲律宾的挽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两部作品不仅展现了她对菲律宾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更是对殖民统治和社会不公的有力抨击。通过这些作品，黎莎成功地唤起了菲律宾人民对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渴望。然而，正是这些思想和著作，使得黎莎受到了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怀疑和打压。在她的青年时期，她不仅要面对学业和创作的压力，还要应对政府的监视和迫害。但这些困难并没有让她退缩，反而激发了她更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对自由的追求。除了文学和政治活动，黎莎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她提倡教育的普及，认为知识和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他还组织了多次反对殖民统治的集会和组织，积极推动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黎莎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能力也逐渐显现。他不仅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更是一位行动者和领袖。他的言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菲律宾人，成为了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象征。在黎莎的青年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人格，一位医生、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他的生活和思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他在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角色和贡献，以及他如何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在前两段中，我们讲述了黎莎的童年、青年时期，以及他如何成为一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三段将聚焦于他的中老年时期，这一时期标志着他作为菲律宾民族英雄的高潮和终结。黎莎在中年时期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危机，他的思想和行动引起了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强烈反对。在1892年，黎莎返回菲律宾后不久，便因涉嫌颠覆活动被捕。尽管面对逮捕和监禁，黎莎依然坚持他的信念和理想，继续通过写作和交流传播他的思想。在监狱中，黎莎没有放弃，他写下了《我最后的告别》这首诗，表达了对菲律宾人民的深切关爱和对自由的渴望。这首诗后来成为了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黎莎的坚韧和勇气在极端困境中仍然闪耀，激励着菲律宾人民继续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监狱生活期间，黎莎还继续进行医学研究和文学创作。
他的这种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示了他作为一位领袖的非凡品质。即使在被剥夺了自由的环境下，他仍然坚持为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努力。1896年，菲律宾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虽然黎莎并未直接参与这场革命，但他的思想和著作无疑为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撑。革命期间，黎莎被指控为革命的幕后策划者，并在1896年被判处死刑。黎莎的死刑判决在菲律宾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处决不仅激发了菲律宾人民对抗殖民统治的决心，更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他的牺牲成为了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催化剂，激励着后来的无数革命者。黎莎的一生是对理想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的深深爱恋。他不仅是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也是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象征。即使在面对死亡时，黎莎也展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他的一生和牺牲成为了永恒的记忆，在菲律宾乃至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黎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的一生证明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一个人的信念和勇气也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他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人。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黎莎的一生虽然以牺牲告终，但她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她的生命。她不仅在菲律宾，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黎莎的故事是对抗压迫、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象征。她的理念和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在菲律宾，黎莎被视为民族英雄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灵魂人物。她的思想和行动激发了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意识，为菲律宾的独立和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她的著作和牺牲促使更多的菲律宾人站出来反抗殖民统治，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即使在今天，黎莎的影响力依然深远。她的故事和理念在菲律宾的教育和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国际上，黎莎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生平和思想成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全球范围内的典范。她对自由、民权和民族自觉的坚定信念，以及她在极端困境下所展现的勇气和坚韧，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和钦佩。她的故事在许多国家被广泛传播，成为激发人们反抗压迫和争取正义的灵感来源。黎莎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反对殖民统治，她还关注社会公正、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她提倡的教育普及和知识传播理念，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她认为，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因此，黎莎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贡献，也是她影响世界的重要方面。黎莎的一生和牺牲，不仅是菲律宾历史的一部分，更是全人类争取自由和正义历史的重要篇章。他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为了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黎莎的理念和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教导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坚持正义和真理的力量总能够战胜暴政和不公。在回顾黎莎的一生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更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家，一个充满激情的教育家和一个勇敢的革命家。他的故事成为了时间的见证，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的理念和行动可以改变历史，可以启迪后人。黎莎的一生和他的精神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